理，经理。这个他是怎么回事？他是喝酒，有几个东西就他喝酒去了，然后眼睛都不动了。哦，眼睛都不动了。对，说话也说不出来。眼前这一幕是一个被强行灌下1斤白酒后男人的残酷写照。镜头中的男子名叫谢离，任凭医生如何急切的呼唤，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维度的世界，毫无回应。那双眼睛如今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空洞，好像灵魂已被生生抽离。而诊断书上刺眼的痴呆2字，更像是一把无情的兵刃，瞬间斩断了父母心中仅存的希冀。命运的玩笑总是如此荒诞且残忍，谁能料到，仅仅是一次寻常的发小聚会，竟让这个原本勤恳体健的送货司机，在一夜之间退化成了生活无法自理的婴孩。悲剧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事发前日，谢离去发小家帮忙盖新房，当晚5人聚会畅饮，为了所谓的尽兴，几人共饮了2瓶35度的白酒和2斤米酒，平均算下来，每人都灌下了约小半斤，本就没什么酒量，沾酒即脸红的谢离，在众人的劝酒声中难以推脱，最终不胜酒力，瘫倒在酒桌之上。同学将醉得不省人事的谢离送回家后，父母误以为他只是普通的醉酒，安顿在床上睡下之后就没再管他。然而，直到次日下午，发小因电话就拨不通，心生疑虑，破门而入的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在空气中凝结。谢离目光呆滞地死死盯着天花板，身躯僵硬的宛如一尊石膏像，唯有那微弱起伏的胸廓还在诉说着生命仅存的余温。他人已经不行了，翻白眼了，吐白沫了，那个腰都弯了，拱起来了，那个眼睛是盯得大大的，那个嘴巴里面有毒吐的那个泡沫嘛。整整17、8个小时的延误，让酒精化身为疯狂的侵略者，将他的脑细胞吞噬的千疮百孔，彻底切断了他与外界交流的所有通道。昏迷期间，他的呼吸与心跳已游走在衰竭边缘。由于当地医疗资源匮乏，谢离不得不辗转多家医院求医，最终被确诊为急性酒精中毒并发缺血缺氧性脑病。在重症监护室熬过了漫长的6天，谢离虽然恢复了意识，却已丧失了语言与行动的能力，生活起居完全离不开他人的照料。大小便也不能控制，而且呢，就是行为特别怪异，不停地撕咬东西。医生指出，救治谢离的最佳方案是立即进行药物干预配合高压氧治疗，以期唤醒部分受损的脑细胞。可对于本就清贫的谢家而言，这一切谈何容易？家中本就没什么积蓄，面对那笔高昂的治疗费，老实巴交的父亲跑断了腿，磨破了鞋底，挨家挨户的低头借钱，甚至在绝望中也从未想过要向那些劝酒的朋友去讨个公道。我亲戚里面有一个有钱的，都想见不到。哪怕命运多舛，人间终有微光。幸运的是，谢父最终从一位挚友手中借到了6万元救命钱，这才让谢离得以转入更大的医院，接受了连续3周的系统治疗，逐渐找回了说话的能力。但康复之路依旧漫长且布满荆棘。当酒桌上的喧嚣散去，留给这个家庭的却是无尽的静默与沉重。这不仅是一次惨痛的教训，更是一场关于人性与边界的深刻救赎。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酒桌文化。真正的深情厚谊，绝不应以牺牲健康为筹码，更不该让所谓的面子成为压垮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每一次对他人的劝阻，实则是对生命最大的慈悲；每一回理性的克制，都是对家庭责任的坚守。愿我们都能在推杯换盏间守住底线，别让一时的欢愉成为余生无法偿还的遗憾。毕竟，只有平安归家，才是世间最动听的祝酒词。